大家好，我最常用的模板系统就是 Note From Template， 它终于又重新有了更新。在先前已经有介绍过如何使用 Note From Template 这个外挂了，今天特别再重新介绍一次，因为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在这一个新的版本里面都已经修正好了，并且也针对 Obsidian 的新版也做了一些调整。今天先来做一个功能的展示，接着再重新说明一下它到底改进了哪一些内容，最后再重新的为各位介绍一下在使用它的一些操作的重点。首先就来先做一下功能的展示，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From Template 它能够协助我们在建立新笔记的时候产生哪一些的效用。先来看一下建立新笔记透过 From Template 所呈现的功能，这个就是我最常在建立新笔记的时候使用的对话窗，当然就是透过 From Template 来建立的。首先这边就会有一个 Title， 这个地方就可以输入名称，它会变成标题，也会变成档名。以前在这个地方中文输入会造成它无法产生出档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后面这个 text 是使用多选的方法来设定的，因此可以选择多个标签，就是这一篇笔记到底会放哪一些标签，就可以放在这个标签里面呢来做直接勾选。勾选起来的呢就会产生在 text 这个 property 里面。然后这一个 type 是单选，假设我这个是专案笔记，这一个日期以前这个冒号是没办法使用的，现在如果你使用了反斜线是让它可以出现，但是第二个反斜线它还是操作上会有问题，因此第二个反斜线还是会跑出来，目前可以把它给先拿掉。这个问题我已经留了一个 issue 给这个作者了，希望他能够很快的修正这个问题。这个 body 也是预设的栏位，就是这个 template 里面有两个预设的栏位，这个 body 就是在标题下方出现的内容，可以输入任何的一个文字，这些都没有问题了以后就直接点击 add，它就会开启在新的分页，这个就是刚刚产生好的内容，上面出现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property 的内容，还有后面的这个相关链接、教学影片等等，这些都是透过模板产生出来。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模板的内容，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笔记的模板。模板要指定一个特定的资料夹，所以在设定里面会设定好一个特定的资料夹给 From Template 来扫描，我是放在011-From Template 这个资料夹里面，所以它会产生这个 template 就是直接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在这个里面所有的这整篇的内容就是到时候要产生成新笔记的一个所有的内容。除了这个 template dash 开头的这些栏位，这些 template dash 开头的 property 是用来指示模板系统怎么样子来产生新的笔记的一个指引。在这个地方大括号 title 就是标题，后面大括号 body 就是刚刚输入的 body 的内容，然后在这个上面会有 number headings 还有 text 等等这些不是 template dash 开头的 property 就会被产生到新的笔记里面，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number headings， 然后会有 text 等等这一些 property 都是在这边做指定的。在 text 这边就是指定使用多选的方法，等下在重点说明的地方再来做一次说明。接着再来看一下建立新书籍，这个就是书籍笔记的模板。首先会有一个 title， 假设我随便输入一个内容，那下面这些都是单选，第二个反斜线还是会出现，先把它拿掉，然后这一个就是多选的，那后面就是输入需要的这些栏位了，这些栏位当然都是定义在模板档里面，这个是 body，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点击 add 来产生这一个笔记了。新的 book one 已经产生出来了，在这个地方使用了 template 的栏位的表示的方法，到时候就可以透过 data view 对这个书籍做搜寻。如果各位对这个书籍笔记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我以前介绍透过 From Template 来建立书籍的影片来做观看。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板的内容是怎么写的，这个就是模板的内容，这上面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这边是有多选，这个是单选，然后还有 Template dash 就是来指示说新的笔记要如何产生的一些指引，这个后面有建档日期跟修改日期，这边就是整个完整的内容。接着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范例，就是这一次新版本新增的功能，这边可以建立一个课程学习的笔记，在这边有一个年级的栏位，这个是年级的栏位，它是用单选的，可以选择 7A、7B， 就是7年级上学期、7年级下学期，然后 8A、8B、9A、9B， 然后科目有国文、英文、数学等等，建档日期还有修改的日期。在这边 text 有把
年级的栏位、科目的栏位，还有年级 dash 科目的栏位都放进来，因为这样子到时候我在 Anki 里面就可以很方便的透过标签来做内容的切换。这边特别的是这一个 template dash output 这一个 property 是来指示我的模板系统要把新的笔记产生到哪个资料夹里面。输出的资料夹已经可以用动态的方法来产生了，它会根据年级选择的内容来建立一个资料夹，然后再建立一个科目的资料夹。因此如果我是 7A 的国文的话，就会在 060-Anki 里面会有一个 7A， 如果我选择了 7A 这个年级， 7A 里面呢就会有一个科目，这科目假设我选的是国文，它就会在国文内容下面产生我需要的这个笔记。所以 template dash output 可以动态的去建立一个根据我前面选择而形成的资料夹，这个是新版的 From Template 特别增加的功能。下面我们就再来汇总一下这一次新版本它的一些改进，就是目前 title 这个栏位已经能够正常的使用中文了，如果你使用了中文的内容，它也可以正常的产生档案了，也可以动态的把笔记产生到指定的一个资料夹，这个动态是根据我刚刚选择的内容来做切换的。 text 也可以正常的产生列表式的标签了，时间的格式也可以使用冒号了，但是第二个冒号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在建档失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更清楚的提示，不会让你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错误。这个是这一次新版本新增加的一些改进。后面就来重点的提示一下 From Template 到底要如何的来操作。From Template 的内容当然就是由它的变数自定栏位是使用大括号来表示的，这些都是自定栏位。还有就是这个指引，这些指引都是放在 YAML 区的，它的 property 的名称都是 template dash 开头，它用来告诉模板系统如何来产生新的笔记。因此先来看一下这个栏位它的写法，这个栏位只要用2个大括号括起来就会形成自定的栏位。栏位也是有一个型别的，如果你在栏名的后面加上冒号的话，那在冒号里面就可以指定它的型别。那目前它有几个型别，有冒号 text， 那这个是文字的型别，也是预设的型别，所以这个冒号 text 是可以省略。但是如果这一个栏位有预设值的话，后面要再多加一个冒号预设值。因此完整的文字形态的栏位是用栏名冒号 text冒号预设值这样子的一个写法。第二个形态是 area， 就是像那个 body 一样是多行式的。这个 body 它预设虽然没有加冒号 area， 但是它预设就是一个 area 的形态。还有日期的形态，日期的形态它目前只提供了 current date。这个 current date 在冒号后面可以指定格式，像我们后面这个就指定了我要使用中式的年月日10分秒这样子的方法来呈现。但是因为它的栏位格式它是使用冒号来当做它的分隔符号的，因此栏名跟形态还有后面的这个选项上面都是要用冒号分隔的。但是因为我的10分秒也是使用冒号，因此它现在提供了可以使用反斜线来当做它的 escape 字元，但是第二个它没有 escape 到，那因此会造成问题。还有第4个形态是单选，就是冒号这个地方用 choice， 后面每一个选项中间都是用冒号来分隔，它就会变成是选项了。复选的话就是把这个 choice 改成 multi， 那这样子它就会变成是复选的。另外它还有2个唯独的栏位，就是说你不能拿它来做输入，就是 current title 还有 current pace。当你的模板内容有需要取出这2个栏位的话，可以直接来使用，但是它没有办法做设定。这一次新版本最后面所有的栏位后面可以再加上一个 pipe 提示文字，这样子它就会在栏位显示的时候呢，会显示出这个提示的文字。也就是说在这个后面每一个都可以再加上 pipe 这个符号来输入这个提示的文字。那这个是有关于制定栏位的部分。第二个重点就是它的建档的指引，就是 YAML 的这个栏位，这些栏位都是用 template dash 开头的，那它有 template ID、template name 等等等在这边我举出我会使用到的几个 property， 首先就是 template dash output， 它来指定新的笔记要存放的位置。我目前其实都是直接把新的笔记放到 inbox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因为这样子我产生好以后就可以在 inbox 里面找到我新建的笔记，然后修改完没有问题以后再把它搬移到它应该存在的特定的资料夹。那这个是 template dash output。 那 template dash file name 它预设就是 title， 假设你不希望用 title， 希望它有另外一个新的名字比如说后面加上一个 dash new，
到时候就会根据 title 的栏位再加上 dash new 就会变成是你的档名，所以这个地方是来指定档名的。还有这个 temporary dash should replace， 它意思是如果说你是从一个现有的笔记来产生出新的笔记的话，需不需要把新笔记的一些内容回写回目前编辑中的这个笔记？如果你希望要的话，就是把它改成 always， 就是每一次都会回写。那我是直接使用预设的这个 sometimes， 没有在一个已经存在的笔记里面去建立新的笔记的话，它就不会回写。但是如果有在编辑中的笔记做了选取，然后去产生新的笔记的话，它就会把新笔记输入的内容回写回目前的这个笔记。回写的方法呢，就是设定在 template dash replacement 里面。我们来实际做一次给大家，让大家了解这个 replace 跟 replacement 到底是什么含义，因为这个地方有稍微复杂一点点。我们先进入 from template 的设定画面，在 community plugins 里面输入 from template，再进入它的选项设定，在这个里面它会有一个 selection split 这个设定，它这个地方呢是反斜线 S 加号减号反斜线 S 加号，它是一个正则运算式，它的意思是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空白，接着再有一个减号，然后接着最后面又是一个或多个的空白。如果标示的内容是这个格式的话，它会直接把减号左边放到 title 栏位，然后把减号后面的这个内容放到 body 栏位。来测试一遍给大家看看一下这个测试的内容。现在这边有一个字串西游记 dash 吴承恩，刚刚的 selection split 里面设定的是要有空白然后再减号，因此我们在这边加上空白，这个减号后面也要多一个空白。接着我们再把它给选取起来，再按一下 Ctrl P 去找到这个 from template， 我使用的 from template 是 book 2这一个模板，执行这个模板。各位可以看到 title 就会出现了减号左边的西游记，然后这个 body 呢就会出现了减号右边的吴承恩。我们在这边输入的内容，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replace selected text 它有被勾选起来，表示刚刚编辑中的笔记有做选取，然后它就会把这一个勾选给启动起来。我们要输出的内容的格式呢是这个格式，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做一些修改。假设我希望把这个 replacement 改成是一个清单的格式，然后要有建档日期，这个就是到时候会回写回编辑中内容的设定。这些都输入完成以后，我们就点击 Add， 它会开启新的分页，刚刚的这个书籍就产生好了。这个时候再回到刚刚的编辑中的文字，各位看到它就会把刚刚的这个 title还有建档日期就回写回西游记 dash 吴承恩的这个字串，这个就是所谓的 replacement 的一个动作，就是透过 should replace 跟 replacement 这两个栏位，再加上 selected text 来联合组成的这个结果。这个 template dash input 其实就是刚刚看到的 title 跟 body 会被分别写入，它就会透过 selection split 来分别写入这两个栏位。假如你有第三个栏位的话，你就要把它设定在这个地方，一样在输入的时候要再多一个空格减号空格来做分隔，就可以来达成多个栏位写入的动作了。然后后面这个 should create 就是新笔记产生完以后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开启它。以前的预设值是 open pen， 它会在新的一个面板里面来启动它，现在把它改成 open tab， 它就会改成在新的分页里面来呈现它。这个就是卷土重来 from template 外挂它现在达成的一个很正常运作的一个方法。今天介绍的就是 from template 它的新版本已经修改了一些小的问题，然后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又正确的来执行它了。非常推荐各位来使用它当做你的模板系统。今天有关于 Obsidian 的介绍就到这边，各位如果觉得我的介绍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